人不在美国，能不能注册美区的 PayPal？ 答案是可以。我自己的美区 PayPal 并不是在美国注册的，并且使用了快半年的时间，至今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本期影片就来分享我是如何注册美区的 PayPal 以及日常维护的。首先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美区的 PayPal 和其他地区的 PayPal 有什么区别？我当初为什么要注册美区的 PayPal？ 第一个原因是美区的 PayPal 提供了一个虚拟的支票账户，可以用来还美国信用卡、给券商出入金等等，相当于变相持有一个美国银行账户，并且还是无年费无管理费的账户，这是其他地区的 PayPal 无法提供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区的 PayPal 提供了一个 Debit Card， 也就是扣账卡，并且每个月都可以选择特定某一类消费 5% 的 Cashback， 也就是现金回馈，比如餐厅消费、买衣服、超市买菜、健康美容类等等消费，我们可以任选一项，之后使用这张 Debit Card 消费就有 5% 的 Cashback。 不过要注意的是， PayPal Debit Card 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消费会有 2.5% 的货币转换费，所以海外消费折合下来的 Cashback 只有 2.5%。 第三个原因就是美区的 PayPal 提供了加密货币的钱包，我们可以直接在 PayPal 里面购买加密货币，转入或者转出加密货币。安全性这方面 PayPal 会比那些乱七八糟的加密货币钱包要可靠。美区 PayPal 听起来很诱人，但是它并不适合所有人，因为如果你不在美国生活，美区 PayPal 注册和使用起来还是有成本的。那么什么人适合注册美区的 PayPal 呢？我认为第一类就是本来就在美国生活的朋友，第二类是玩美国信用卡的朋友，第三类是投资加密货币的朋友。那么美区 PayPal 注册过程中必须要有的东西是什么呢？以下的资料和工具都准备好之后，美区 PayPal 的注册过程大概只需要花2到3分钟就可以完成。第一，你需要有一个由美国传统电信运营商运作的手机号。这句话什么意思？比如 Google Voice 提供的手机号码就叫虚拟电信运营商运作的手机号码，还有像是 Number Barn 以及网上随处可见的解码平台也是虚拟电信运营商。这些手机号码一般只能来注册社群软体的账号，如果是和资金扯上关系的机构，比如说是美国的银行、PayPal 这些，就不能用 Google Voice 提供的手机号码来注册。而像是 T-Mobile、AT&T 这些就是美国的传统电信运营商，他们运作的手机号码就叫传统电信运营商运作的手机号码。我本人目前使用的电信运营商是 Ultra Mobile，Ultra Mobile 背后实际上的运营商也是 T-Mobile。你可以把 Google Voice 提供的电话号码，或者是 Number Barn 上面买的手机靓号系号转移到这些电信运营商，或者是直接让 T-Mobile、AT&T 生成一个新的电话号码给你。这个时候这些号码就可以用来注册美区的 PayPal 或者是美国的银行账户。我比较推荐后者，因为 Google Voice 的电话号码是重复利用的，可能你目前使用的 Google Voice 号码曾经有其他的人使用过。第二个必备资料就是你需要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美国住宅地址。我个人建议不要在 Google Map 上面随便找一个地址就填入，因为万一 PayPal 有一天要你提交地址证明的时候，你拿不出来就很麻烦了。美国的住宅地址也很好解决，可以在 Anytime Mailbox 上面租一个地址，每个月的租金只要9.9美元。如果你有朋友在美国，填他们的地址也可以。以上就是注册美区 PayPal 必备的2样资料，一个是美国传统运营商运作的手机号码，一个是美国的住宅地址。除此之外，如果你想长久稳定使用 PayPal， 那么下面我提到的工具也应该尽早准备。第一个必备的工具就是美国的住宅 IP， 其实机房的 IP 也不是不行，我自己在注册美区的 PayPal 的时候用的就是机房的 IP。 美国住宅 IP 的费用每个月在几十到上百美金不等，我觉得如果单纯用来注册美区的 PayPal 非常不划算，而机房 IP 会比住宅 IP 要便宜很多。网络上有很多机场的节点，我们挑好一点的或者是贵一点的，美国的机房 IP 的纯净度也不会差，但是机房 IP 遇到风控的机会始终比住宅 IP 要大。一般来说，越贵的机场使用的人就越少，纯净度就越高。如果你想要查看自己 IP 的纯净度，可以用 ipdata.co 这个网站来查看。比如我家里现在使用的网络 IP 质量就不错，信任度分数为89分， low risk 低风险。如果你很有钱不想搞这些技术性的东西，那你也可以直接买一张可以流量漫游的美国电话卡，比如 Tello， 把 eSIM 直接写入手机中，然后直接开数据流量漫游来注册 PayPal， 那安全性就是最高的，比住宅 IP 还要好，毕竟很多住宅 IP 也是由机房 IP 伪装的。第二个需要准备的工具就是美国的税号 ITIN 或者是 SSN 都可以，这个不是必须要有的东西，但是最好也要有准备。影片到这里我们提到了美国的电话号码、美国的住宅地址、美国的网络 IP， 其实这3项都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成功注册美区的 PayPal 了。只不过这个状态下的 PayPal 依然是不稳定的，因为 PayPal 会提示你目前你的账号安全度还不够，需要你再填入自己的税号。如果你有打算长期使用美区的 PayPal， 但是目前没有美国的税号，我的建议是等你的税号批下来之后再注册。第三个需要准备的工具就是美国的银行账户或者是美国的信用卡。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一般的美国用户注册好 PayPal 之后会做些什么？注册好 PayPal 之后，是不是马上会绑定自己的美国银行账户或者是美国的信用卡？毕竟 PayPal 的主要功能是支付，绑了美国的支票账户或者是信用卡之后才能用作支付，这是正常用户的操作逻辑。所以我们最好在完成 PayPal 的注册之后，马上添加自己的美国银行账户或者是信用卡进去，
这是降低风控的操作。如果你目前一个美国银行账户都没有怎么办？用 Wise 就可以了。Wise 的美元支票账户是美国正规银行提供的，绑 PayPal 当然也没有任何问题。我当时注册美区 PayPal 的时候，第一张美国信用卡都还没有批下来，就只是添加了 Wise 的美元支票账户到 PayPal 里面，一切都非常顺利。当你以上的东西都准备好之后，美区的 PayPal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并且根据我的经验，当你正常使用 PayPal 1到2个月之后，就可以不用再连着美国的 IP 来登录 PayPal 的账号了，省下买机场节点的钱。是不是从此开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并不是，美区 PayPal 的风控还是很严的，使用不当依然有翻车的风险。第一点就是大额的出入金，美国的反洗钱条例要求美国的金融机构格外关注个人账户的大额出入金的行为。怎样才叫大额？我觉得美区 PayPal 而言，新注册的账户几百美元的转账就叫大额。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我们刚开始使用 PayPal 的时候，转账金额最好从几十美元开始，并且是个人同名转账。使用了 PayPal 几个月之后，必要的情况下才进行几百美元的个人同名转账。所以我都是说个人同名转账。这个阶段我们要尽量避免使用 PayPal 与其他人进行互转。第二个高危操作就是使用 PayPal 来进行商业收款。如果你是一个不在美国生活的人，用的是 ITIN 来注册美国的 PayPal， 那么更应该避免这种操作。美国的金融环境会严格区分个人账户以及商业账户。在美国，我们甚至不能用个人信用卡来进行公司业务的支出，所以用个人的 PayPal 账户来进行商业收款也是不行的。如果你要进行商业收款，那只能再去 IRS 那里注册 EIN， 也就是 Emplo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然后再用 EIN 申请 PayPal Business Account， 也就是 PayPal 的商业账户，这样才能进行商业的收款。关于 PayPal 加密货币这一块，如果适合美国的持牌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加密货币的出入金，比如 Coinbase、Kraken 这些，问题应该就不大。美区 PayPal 注册过程我就不展示了，因为我已经注册过了，所以无法再走一遍注册过程。以上的内容只是我的个人观点，我是从最保守的角度出发，确保我们能够长久稳定的使用美区的 PayPal。当然，你也不一定要100%遵循我的建议。如果你觉得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给本期影片按赞、订阅本频道，非常感谢。我们下期见。